欢迎来到我们的频道，希望您在这里度过一段轻松愉快的时光。今天我们想为您带来以下新闻。内娱90后小生格局大洗牌，有人跌落神坛，有人逆势封王。内娱的牌桌从来不是静止的，有人坐稳席位，有人黯然离场，也有人在众人尚未注意的时候悄然上位。刚刚落幕的2026电视剧品质盛典，仿佛一把锋利的手术刀，直接切开了当下90后小生的真实格局。曾经被流量与光环包围的名字，有人开始显得力不从心，而那些低调耕耘、一步步打磨作品的演员，却在关键时刻迎来了属于自己的高光。更令人意外的是，一位曾经被质疑只有流量没有演技的演员，却在这一场没有硝烟的竞争中，一举拿下含金量极高的视帝，不仅改写了个人口碑，也在某种程度上重塑了90后演员的行业天花板。没有流量滤镜，没有粉丝狂欢，所有评价几乎只围绕作品和表演展开。这样的舞台，让谁真正有实力，谁又在原地踏步，一眼便见分晓。这场盛典由上海广播电视台与静安区政府联合主办，一直被视为国剧圈的重要风向标。与很多娱乐活动不同，它的评选机制高度专业化，超过90%的评分来自业内评审团，关注的核心始终是演员在作品中的表现。正因如此，这个奖项在业内常被视为白玉兰奖的重要前哨。能在这里获奖，某种意义上就是行业对演员能力的一次公开背书。也正是因为标准严苛，今年的盛典无意中把90后小生之间的差距拉得格外清晰。有人守不住昔日荣光，有人抓住机会站稳脚跟，有人主动跳出原有赛道，而有人则直接突破圈层，活成别人难以复制的存在。先看那几位遗憾下桌的小生，他们的境遇各不相同，却都折射出娱乐圈残酷而真实的一面。曾经在主流剧市场风头无两的张若昀，就是一个颇具代表性的例子。当年凭借《庆余年》中机智洒脱的范闲，他几乎一夜之间火遍大江南北。这个角色不仅成为爆款剧的灵魂，也让他迅速跻身一线男演员之列。随后在《警察荣誉》中饰演的李大为，再次圈粉无数，塑造了一个接地气、真实鲜活的基层警察形象。从那时起，他几乎成了品质剧的常客，各类盛典频繁出现，奖项也拿到手软。2024年《庆余年2》播出后，更是成为年度剧王。本以为这会成为他事业的新起点，却没想到反而像是一种巅峰后的停顿。之后推出的新巨人之初高开低走，复杂的叙事结构让不少观众感到迷雾重重，剧情口碑逐渐滑坡。观众渐渐意识到，一旦离开范闲这个极具魅力的角色光环，张若昀似乎暂时没能拿出同样具有现象级影响力的作品。主流资源开始减少，曝光度也逐渐下降。曾经在盛典上频繁获奖的演员，这一次甚至连邀请函都没收到。娱乐圈里，一手好牌被打烂的故事并不少见，而张若昀的经历也让人看到了顶流演员在内容时代面前的脆弱。相比之下，李现的境遇则更让人感到惋惜。2019年，一部《亲爱的，热爱的》让他饰演的韩商言成为全民线男友，几乎在一夜之间完成从普通演员到顶级流量的飞跃。那段时间，他的资源堪称铺天盖地，各类品牌合作、影视邀约纷至沓来，各大盛典也都把他视为核心嘉宾。后来凭借国色芳华再次爆火，似乎稳稳坐在90后小生的一线位置。然而娱乐圈的热度从来不是永恒的，当续作《锦绣芳华》播出后，却没能复制前作的成功，剧集热度更多停留在粉丝圈层，缺乏真正破圈的话题度。李现试图通过转型作品将原弄证明自己，但不少观众认为他的表演仍显得不够成熟，角色融入度也不高。
随着几部作品接连未能达到预期，观众的耐心逐渐被消耗，抗拒能力的质疑声也越来越多，资源等级肉眼可见的下滑。在这次盛典上，人们甚至没有看到他的身影。娱乐圈的规律向来残酷，没有持续的爆款支撑，再高的人气也会慢慢降温。不过，同样离开牌桌的王一博却呈现出完全不同的状态。他的转身更像是一种主动选择，而非被动退场。近几年，他逐渐把事业重心转向电影领域，在《无名》《长空之王》和《热烈》中不断尝试不同类型角色。这3部作品累计票房超过37亿元，也让他逐渐获得电影行业的认可。更重要的是，他还凭借《热烈》获得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男主角提名，演技开始被更多专业人士关注。与此同时，他在极限运动领域的表现同样引人注目。作为职业赛车手，他在多个赛事中拿下奖项，攀岩、攀冰等高难度项目也频频尝试。纪录片探索心境记录了他挑战自我的过程，播出后口碑与热度兼具。在很多流量艺人都试图挤进影视赛道的时候，王一博却选择走出舒适区。这种清醒和果断，在某种程度上让他成为内娱极为少见的案例。有人下桌，自然也有人强势上桌。在今年的格局变化中，2位90后小生的上位几乎是众望所归。首先是白敬亭，在盛典红毯上，他以绝对 C 位亮相，一口气带着《南来北往》《南哄》和《我的助理不简单》3部作品出席，底气十足。《南来北往》成为央视8套年度收视冠军，峰值收视达到 4.03， 毫无悬念的跻身年度爆款。而《南哄》虽然存在争议，但角色桑延的傲娇深情却让他频繁登上热搜，吸引大量新观众。回顾他的演艺轨迹，从青春剧《匆匆那年》中的乔然，到如今稳扎稳打的实力派演员，白敬亭几乎没有依赖过流量营销。他不热衷炒作，也很少制造绯闻，而是一步一个脚印靠作品积累口碑。这一次获得年度品质实力巨星，对很多业内人士来说并不意外，因为他的成绩几乎完全来自作品本身。另一位成功上位的演员是张彬彬，很多观众看到他获奖时都忍不住感慨，终于等到了。长期以来，他的演技常被忽视，而这一次凭借医疗剧《手术直播间》彻底出圈。为了演好医生，他提前到医院体验生活，熟悉手术流程与职业细节，剧中许多专业动作都完成得相当真实，细节的扎实呈现让评委和观众都感到惊喜。在盛典现场，无论是红毯还是领奖环节，他都获得了大量镜头，最终拿下年度品质号召力巨星。从最初的偶像型演员到逐渐被认可的实力派，张彬彬花了很多年时间慢慢沉淀。这个奖项或许来得稍晚，但恰恰说明行业开始重新审视他的能力。如果说有人稳步上升，那么杨洋的处境则显得格外令人唏嘘。曾经的顶流小生，如今却逐渐走向边缘化，而这一切很大程度上源于作品口碑的崩塌。2023年的《我的人间烟火》成为转折点。他在剧中饰演的消防员被大量观众批评油腻端着，角色缺乏真实感，导致路人缘大幅下滑。随后播出的《凡人修仙传》口碑也只是中规中矩，并没有成功扭转局面。目前外界对他的最大期待集中在待播武侠剧《雨霖铃》。这部剧由正午阳光制作，将在央视8套黄金档播出，同时上线优酷平台。剧集预约量已经突破52万，尚未播出便引发大量讨论。但在剧集真正上线之前，一切仍充满未知数。更关键的是，在2025到2026年之间，杨洋几乎很少参加公开活动，红毯曝光度明显下降，商业价值与国民认知度都在慢慢下滑，从顶流到边缘的落差让不少观众感到惋惜。而在这场大洗牌中，最大的惊喜无疑来自肖战。多年前，
他因为《陈情令》爆红，成为现象级流量明星，但同时也一直被质疑流量大于演技。然而在这次盛典上，他凭借历史剧《藏海传》成功摘得 SMG 年度卓越品质之星，也就是业内俗称的 SMG 视帝。这个奖项过去几乎被60后、70后实力派演员长期占据，而肖战不仅成为第一位获得这一荣誉的90后演员，也是最年轻的得主。他的获奖并非依赖粉丝投票，而是来自评审对表演本身的认可。在《藏海传》中，他饰演的藏海从灭门遗孤成长为权谋谋士，角色跨度长达24年。剧中多个情绪爆发场景都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，比如从墓穴中浴血爬出的那场戏，情绪从绝望到复仇觉醒层层递进，被导演郑晓龙评价为灵魂的呐喊。还有发现父母遗物的那场戏，他用无声的干呕和迟迟未落的眼泪，把悲痛演得极具张力。为了塑造这个角色，他主动减重15斤，还专门练习传统榫卯工艺，使得手部特写更加真实。这样的准备程度，在年轻演员中并不多见。《藏海传》播出后，不仅在国内爆火，还在190个国家和地区上线播放，成为2025年上半年全网正片播放量冠军，也让中式美学与侠义文化在海外获得更多关注。在盛典现场，肖战压轴走上红毯，座位安排在第一排 C 位，与孙俪并肩而坐。领奖时，他的发言显得沉稳克制，把荣誉归功于角色与团队。这种成熟姿态也让很多业内人士重新审视他的演员定位。从最初被视为流量偶像，到如今凭作品获得主流奖项认可，他用一部部作品逐渐打破偏见，成为90后演员中少数能够与中生代实力派同台竞争的人。回看这场90后小生的大洗牌，其实恰恰揭示了内娱最真实的生存法则：没有永远的顶流，只有持续成长的演员。张若昀困在过往成功的光环里，李现在作品续航上遇到瓶颈，杨洋因为口碑受损逐渐失去优势，而白敬亭与张彬彬靠长期积累迎来爆发，肖战则用扎实表演突破流量标签，王一博更是凭借清醒的选择打开全新的事业版图。这场洗牌并不意味着终局，它更像是一段新周期的开端。未来几年里，谁能稳住现在的位置，谁又会完成逆袭翻盘，都还未可知。但可以确定的是，在竞争愈发激烈的内娱环境中，唯有持续打磨演技，尊重作品，坚持出新的演员，才能真正走得长远。因为观众的眼睛从来是雪亮的，行业的认可也终究会回归到最简单的标准实力。在光环与流量之外，真正决定演员命运的，永远都是作品本身。感谢观看视频。如果您觉得这条新闻对您有帮助，请记得点赞、评论并订阅频道。祝您生活充满正能量。再见，我们下个视频见。